多肉防腐有诀窍，避开3种水，根系有劲。40摄氏度也生机勃勃。现在是6月初了，多肉的防腐工作要提前做好，否则多肉容易黑腐，严重影响颜值。如果挽救不及时，最后只能剩下一个空盆子。有些如果有传染的话，甚至收获一堆空花盆。而有些度夏经验的肉友，大部分都会扦插一部分多肉进行备份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多肉度夏不易，但也并不是夏必死。其实多肉防腐是有诀窍的，大部分多肉黑腐不是因为温度过高，而是因为浇水不当。因此我们只要在养护过程中把握好浇水技巧，40摄氏度也生机勃勃。特别是在补水过程中，一定要避开3种水，特别是第3种，90%的人都有这样的坏习惯。一起来看看。第1种水，长期堆积的积水。大部分多肉都不喜积水，因此我们的浇水频率不需要太高。很多花友家里的多肉之所以会出现问题，就是因为浇水频率过高，导致水分积压，根系腐烂，所以才会出现摊大饼的情况。还有一个位置，就是积压在叶片缝隙中的水。很多花友在浇水的时候，喜欢直接用喷壶沿着叶片慢慢浇灌，顺便清洗下叶片上的灰尘。这种喷洒方法有利有弊，最明显的弊端就是前面提到的，水分会积压在叶片缝隙中，如果通风不及时，同样会滋生细菌，导致多肉黑腐。另外，个别多肉，例如桃蛋、熊童子等，它们的叶片上有粉状保护物，还有一些小绒毛，在喷洒水雾之后，容易出现挂珠的情况。这种情况一方面会破坏叶片的保护物，降低抗病性，另一方面会增加积水几率，叶片容易发黄发软。因此针对这类多肉，最好不用喷洒它们的叶片，以免影响它们的健康。叶片有绒毛或粉状保护物的多肉，想提高湿度，可以在花盆周围喷水，或在土壤上洒水。给多肉浇水尽量做到见干见湿，等盆土完全干燥之后，我们再给它浇一次透水。到了夏初可以开始控水了，因为温度升高，多肉吸收效率降低，频率高易烂根。第2种水，高温环境补的水。到了夏初最好开始控水，因为温度基本都高于28摄氏度，部分地区还会更高。而多肉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8至26摄氏度，高温状态下，它的吸收效率会变得非常低，我们即使给它补水，它也不能吸收。因此不要因为多肉有点萎蔫就急匆匆给它浇水。高温环境下，我们最正常的养护方法是想办法降低多肉生活环境的温度，减少养分的流失。如果多肉数量比较多的话，我们也在多肉周围建一个棚子，或者拉一个遮阳网，阻挡阳光直射。如果数量比较少的话，就找个偏阴的位置，把多肉挪过去，既能保证空气流通，又能减少日晒时间，一举多得。如果多肉叶片水分流失过快，我们就等太阳落山之后，盆土也散温之后，我们再给它浇一次透水。如果叶片萎蔫不严重，就在降温后喷洒点水雾即可。而在这个时间段，也不要忘记了做好预防工作，定期喷洒杀虫剂，避免介壳虫或蚜虫大量繁殖。高温天气，虫害的活动也比较频繁，因此每个月都必须给多肉喷洒一次杀虫剂。选择杀虫剂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2种以上的品种，轮流喷洒，避免出现抗药性。第3种水，未经过发酵的水。最后一种水就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水，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，喝不完的水或者茶叶都喜欢直接往花盆里面浇，这些液体都没有经过发酵，把它们撒在土壤里，不但不能给多肉提高养分，还会2次发酵，影响空气质量，甚至会烧伤根系。因此没有发酵的液体或肥力就不要给多肉浇灌了。而且多肉的个头也不大，即使是老桩，它们对养分的需求也不是那么高，即使是已经发酵彻底的自制肥，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给它们浇灌，因为很难把握浓度。如果浓度过高，在遇到高温天气，它们在土壤中会集中释放热量，导致多肉出现肥害。因此想施肥，建议还是用可控制的营养液，在生长旺盛期，每个月给多肉浇灌一下营养液，补充氮钾元素，让根系更有劲，叶片更饱满。
如果在春末，我们也可以加大稀释浓度，把它们喷洒在多肉的叶片上，前提是叶片没有粉状保护物和小绒毛，叶片就可以直接吸收营养液中的养分，再间隔几天，用清水再冲刷一次即可。但是在夏天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浇未发酵的水或者液体肥。另外，夏季下雨天气多，那种本身叶片上有绒毛的多肉，千万不要淋雨，因为一旦淋上雨水很难干透，湿漉漉的状态下高温的话，极其容易晒伤、黑腐化水，所以这类一定要避开雨水，比如熊童子、兔耳朵、银月、锦晃星等等。除此之外，法师的叶片呈现勺子形状排序，里面一旦积水就很难及时的挥发掉，所以在淋雨之后就容易在株心积水，造成茎干黑腐化水。总结，多肉防腐有诀窍，避开3种水，保持渐干渐湿，让多肉生长环境保持通风状态。其次，温度高于28摄氏度的及时遮阴，并等降温后再补水。最后，不要用生肥水喂养多肉，避免出现肥伤。掌握好这些浇水细节，就可以让多肉根系有劲，40摄氏度也生机勃勃。以上是花花的观点，不同意见请留言交流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